观众朋友们，这集就要介绍我这个 Outdoors Indoor Trainer。什么？竟然可以在户外骑 trainer？现在在停车场骑脚车 ，OK， 不需要 power supply。Yes， 最新的美金 T600 trainer 呢，可以不用插电，只要踩它，它就会自己自动发电，是不是非常方便呢？这可以带出去 travel， 哪里都可以骑。T600 除了自己发电，还可以供电给其他电子设备哦。意思说我可以用它来插我的电话哦。charging， 朋友们 ，charging 看到吗 ？OK， 首先这台 T600 呢，跟美金其他的 trainer 呢有所不同，是因为它中间这块板是银色的 ，OK， 钢铁，非常有特色。然后它的重量呢是 15.7 kg， 也是比起之前那些美金的 trainer 呢都轻，其实很容易搬下，单手拿就可以了。有些人会担心，它这样轻会不会不稳呢？我试了 ，OK，sprint 的时候没有问题，不会摇摇去的。当然我们 sprint 的时候也不可以太过大力，这样乱 sprint 通常是坐着练 program 啦，很少站起来 sprint 的了 ，OK， 有啦，但是很少了 ，OK。你真的是这样忍心摧残你的脚车和 trainer 吗？我应该不忍心了 ，OK。所以 15.7 kg 的 trainer 也是很稳的。然后它的散热口呢是在后面这边，然后后面呢，你再往下看呢，就有3个洞，一个是 Type C 的洞，一个是 LAN cable 的洞。第3个呢就是 Power Cable 的洞啊。那么来讲一下它的 Power Plug，OK，T600 跟 T500 一样了，都是可以 Self Power， 意思说我们可以拔掉电 ，OK。等下你骑的时候呢，还是有电的 ，OK， 只是2-3脚吧就有跑电了。你看，马上亮灯，非常快有电了。如果你住的地方呢，时常停电呢，用这个 T600 就最好了 ，OK。不用怕 disconnect， 而且 T600 是很敏感的，像我这样转一点点罢了，它就有电了，很夸张厉害哦。那官方有讲呢，这个 trainer， 如果你踩3分钟呢，你可以用7分钟，所以刚刚我没有踩3分钟啊，所以你看我在停好脚，它就没有电了。如果要是我持续踩3分钟这样子，它就会自己有 power 了。你可以停住那边7分钟不用紧，去个厕所再回来不用紧，所以是非常 advanced 的。那好像平时我们玩 trainer 呢，我们前面都会放电脑或者是放电话，或者是放 iPad 对着那些 training apps 来玩的嘛。所以如果你的 device 前面这些 device 没有电的话呢，不用怕 ，OK。现在这个 T600 呢，可以 generate 电给那些 iPad 电脑手机。我们只需要这边插它给的 Type C cable， 拨一条2米的线去到最前面那边，你就可以 charge 你的那些电脑了 ，OK。首先那个 Type C cable 呢，就绕着脚车去到最前面桌子那边，然后我就用 cable tie 稍微固定着它 ，OK， 不然我怕我的脚勾到那个电线了。比如说下面这边要一个啦，然后来到 Top Tilt 这边也是一个，就去到前面就不用了 ，OK。那看应该是2条 cable tie 就够了 ，OK， 非常简单。这边一个 cable tie，OK， 然后上面这边一个 cable tie。然后去到电话那边 ，OK。charging， 朋友们 ，charging 看到吗？如果要快充，应该是要踩很快 ，OK， 而且要踩很大力。然后 T600 呢，可以 max support 到2800瓦 ，OK。你怎样 sprint， 大的 spin， 乱 sprint， 应该很难到2800瓦吧？所以很够用了。之前那些美金 T500 好像是2200多瓦。但是这个2800瓦绝对够用，然后它最准呢可以模拟到27%斜度的 resistance 所以是蛮硬水的。当然，如果你玩那些 training apps 里面的 free mat， 那些爬山的 mat 应该都没有去到27%这样斜的，所以呢绰绰有余，非常够用了。真正体验一下这个 trainer， 对，不错哦 ，ERG mode。所以我现在 compare T600 和我的 pedal power meter 的 power， 还有他们的 cadence。看下来是不是差不多一样首先1分钟的118瓦 ，OK。其实我现在我没有插这电玩了嘛。你看我一跑它一有电，那 app 就很快 detect 到 trainer 的那个 signal， 所以不用怕的，一下子就可以继续跑。现在进入第152瓦，非常顺畅了 ，OK。黑灯也是81、82、83这样子，跟我pedal power meter detect 出来的差不多一样。然后现在是
52W ERG mode 啦，所以 trainer 可能在150多瓦的紧度。那么我脚的 pedal 呢，也是踏住150多瓦，所以差不多一样咯。OK， 这边就是 pedal power 和 T600 power 的对比啦。那么 T600 呢是紫色线 ，pedal power 呢是蓝色线的。那么两个看起来呢都是一模一样的。OK， 两边 power 的输出蛮 consistent 的。So 前面这一段呢是 ERG mode 的，首先是差不多1分钟的100多瓦，然后到150多瓦，然后再到180多瓦。那么在 ERG mode 的时候呢 ，pedal touch 的 watt 呢跟 Smart Trainer 出来的 watt 呢都是差不多一样。那个线没有太过大的偏离，所以是不错的。可是现在我的声音有点超，应该是我练没有说放到油啊。但是这个美金 trainer 是很小声的 ，OK， 它声音不会说太大的。然后之后我就开一个 free man 这样跑了，然后就 sprint 一下 ，OK， 400多瓦。两个的 peak power 都差不多接近一样了 ，spike 到最高那边也是差不多接近一样。目前我这样看呢 ，cadence 跟 power 都接近了，可能两个都是美金的产品吧。但是老实讲，我们整队人都是用美金的产品，所以感谢美金的大力支持啊。那么我这个 T600呢，它是搭配1134T 的 cassette 给我的。如果你去 Shopee 美金的官方网站看呢，它有两个 package， 一个是11 speed 的 cassette， 一个是12 speed 的 cassette。那么12 speed cassette 是34T 的，如果你有自己 prefer 的 cassette 的话，也是可以更换的 ，OK， 直接拆下出来，然后换你喜欢的 cassette 咯。但是你要有那个 tools 来拆啦。那么我是使用 Display 脚车，所以我就用它的 Display Editor 咯。那么他们有给一盒那个 accessory 啊，里面有一些嘎仓，可以拿来更换这个 Editor 的。如果你是 Rim Brake 的话呢，然后就锁上 Rim Brake Editor， 用 Allen key 再锁紧一点点，然后再插那条 Rim Brake 的 Two Axle 了。如果你是用 Display 的话呢，也是很简单啦 ，OK， 我用那个西班牙锁紧那个 Display Editor。那么 cassette 另外一边呢，也是放这个另外一个 Editor 的。如果你是 Display 的话，那边有148或者142mm 的那个长度的东西的。那么我的 Quick Pro 呢是142，所以我就放142的向外面，然后呢就可以放脚车上去了。然后就可以开始踩踏。那么 before 踩踏呢，我们要 activate 这个 trainer 先。首先呢，你们就去它的 Magin Utility App 上面 connect 这个 T600， 然后就按 activate key 你的 email， 然后你的 email 会收到那个 code 的，然后打进去里面，然后就 activate 了啦。里面有些东西可以调了，比如说ERG 的 smoothness 啊 ，target power smooth， 这个就看你需不需要放 smooth 还是怎样咯。但是因为你进去那个 training app 里面的时候，那边也是有放一个叫做3秒的smooth 那东西的，所以每个 app 里面可以关掉 off 啦，到时候在这个 training app 里面再换的不用紧。这边 ERG Response Time Control， 你可以放 slow、mid 或者 fast 啊 ，OK。如果你做那种 interval 30秒 interval， 可能 ERG mode 你调 slow 的话呢 ，ERG mode 会慢慢上。到时候你可能最后做 effort 呢，只是做20秒吧，因为它用10秒钟来上去 target power 那边。所以呢，如果你是做那种很 spike 很高的 interval 呢，可能你就要放 fast 的 ERG mode 啦，因为它很快就可以 pick 到上去那边。问题是你会很 kick 脚哦，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哦。也是看你是针对什么 program 来调这个 ERG mode 啦。我呢是偏向喜欢慢慢上的 ，OK。所以 ERG 的 response time 我就放 slow 了 ，OK， 慢慢这样子就不会太过 kick 脚了 ，OK。那么 T600 也可以连接 WiFi。这个是让我们有更好的 connection 啊，对于我们在 training app 里面玩比赛呢是很有帮助的。平时还是用 Bluetooth connect 嘛，它的 signal 呢其实会有点迟钝的，但是通过 WiFi 连接就很敏感啊。当你玩比赛的时候想一下子爆发 ，training app 通过 WiFi 呢很快就接收到 T600 的 signal， 这样我们的 power 就上到很快啦。如何知道我们 T600 是通过 WiFi 连接 training app 呢？我们只要进去我们的 training app 就可以看到有2个选项，一个是最常见的 Bluetooth connection， 另外一个是 WiFi connection， 而我们就选择 WiFi connection， 这样就可以了啦。除了 WiFi， 还有一个比 WiFi 更稳、更快的方法，那就是用 LAN cable 啦，直接连接 router， 这样我们玩比赛 response 呢会更快、更稳。然后这个 Utility App 呢，你可以 update firmware， 那么我这个已经是 update 最新了就没问题了。所以通过每个 Utility App 调整之后呢，你就可以正式开始骑的啦。OK， 完成 warm up session。OK， 下次再练车。今天到此结束。总结来讲，每个 T600 有很多最先进的功能，加上它可以 self power， 也可以 produce power。就算你周围没有 power supply， 你都可以继续做你的 training 啊。所以这个美金 T600 呢，在 Shopee 是卖出4330块。那么这个算是美金最高级的版本的 trainer， 大家值得一试。如果你们想要看到它实体或者想要体验它实体的这个 trainer 呢，
你们可以去附近的脚车店试一试的，OK。比如说 H2C 啊，H2C 有卖这个美金的产品啊，OK， 你们可以过去看一看。